巴以冲突持续19天，已造成双方超过7200人死亡。联合国证实，其中包括2360名儿童。而在为以军全面封锁的加沙地带，仅过去24小时就有超过700人丧生。目前那里超过30%的医疗机构由于缺乏燃料等基本物资而关闭。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表示不满，要求秘书长要么辞职，要么道歉。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长达3个多小时的巴以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并切实落实两国方案。The attacks by Hamas did not happen in a vacuum. The Palestinian people have been subjected to 56 years of suffocating occupation. They have seen their land steadily devoured by settlements and plagued by violence, their economy stifled, their people displaced, and their homes demolished. 古特雷斯的发言令以色列代表强烈不满。与会的以色列外长科恩取消了当天晚些时候与古特雷斯的双边会谈。I think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must resign because from now on, every day that he is here in this building, unless he apologizes immediately, today we called him to apologize. 在被要求辞职后，古特雷斯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满不能成为哈马斯发动可怕袭击的理由。外界注意到，在这次辩论会上，巴勒斯坦外长里亚德·马利基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面对以军行动伤害大量平民的不作为。几个阿拉伯国家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观察指出，事实上，阿拉伯国家是间接向美国表达不满。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和巴西已经提出2份决议草案送交投票表决，但都遭美国行使1票否决而未能通过。目前，美国自己提出的第3份决议草案正在讨论，但其中对停火2字只字不提，还包括维护以色列自卫权的提法，不仅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据路透社报道称，这份草案也让多国外交官感到震惊。在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下，美国不得不修改草案细节。那么就目前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争端来看呢，实际上一方面呢，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这个国际上对于巴以冲突的这个舆论的两极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体现的是大国呢围绕中东各种这个热点问题的一个这个大国的博弈。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再次呼吁安理会尽快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发出鲜明有力的共同信号。他强调，必须把推动全面停火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安理会应当以最明确的语言要求占领方立即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全面封锁，恢复水电燃料供应，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他呼吁让被扣押人员尽早获释，彻查加沙阿赫利医院遭袭事件，并敦促以色列立即撤销加沙北部紧急疏散令。必须指出，以种种理由放任加沙战事延宕升级，最终的结局不会是任何一方的军事完胜，很可能是一场吞噬整个地区的浩劫，很可能彻底放送两国方案前景，让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持续陷入仇恨和对抗的恶性循环。美国一边强调不支持停火，并在公开场合大力支持以色列，一边在为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3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冲突继续升级，美国准备在中东地区实施大规模撤离计划。据美国国务院估计，目前约有60万美国公民在以色列。分析认为，美国撤侨行动展开之际，就是以军发起大规模地面攻势之时。以色列也知道，这个加沙地带呢，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首先呢，就是不仅呢，现在巴以冲突呢，它是一个实体战，而且它也是一个舆论战。那目前加沙的这种剧烈的人道主义灾难呢，也已经给以色列呢形成了巨大的这个国际的舆论压力了。外界注意到，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表示，为了给联合国一个教训，以色列已拒绝向联合国官员发放签证。据悉，联合国在加沙地带设有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拥有雇员约3万人。除了为难民提供救济，当地的教育基本上都由该机构负责提供。此外，还提供饮水、医疗等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人道主义服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5号发表任内第2份施政报告，主题为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添幸福。
他表示，特区政府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特区政府正全力研究有效立法方案，落实特区政府应实践的宪制责任，2024年内完成立法。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重点？来看看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的任内第2份施政报告中，香港舆论普遍关注楼市减辣、刺激股市、鼓励生育、跨境养老等方面都有一一对应的政策措施。李家超指出，上一份施政报告订立了110个指标，各部门整体符合预期，建立以结果为目标文化。今年施政报告会推出合共150个指标，当中73个为新指标，77个是去年订立、贯彻做实事、做成事的施政理念。李家超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后的第2份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为主色，与上一份施政报告一致，主题同样用了12个字，为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添幸福。这份报告总计167项目，宣读时间超过3小时。深圳卫视注意到，报告对香港特区政府将如何贯彻中央政策、如何改善民生，以及未来香港如何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阐述。在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施政报告表示，明年内将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落实特区政府宪制责任，并会于明年内提交网络安全立法草案。香港还将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等。特區政府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政府正全力研究有效立法方案，落實特區政府應實踐嘅憲制責任，2024年內完成立法。在民生、金融、经济多领域，香港特区政府也亮出组合拳。施政报告提出5大措施提升股市流动性，包括提出下调印花税、检讨买卖价差、降资讯费用、改革 GEM 市场，也就是创业板等。政策公布后，港股走高，截至当天收盘，恒生指数上涨0.5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16%。深圳卫视注意到，自1998年以来，香港特区共4次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率，其中包括3次下调和1次上调。分析指出，从短期来看，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下调能够对股票市场带来正面影响。此外，施政报告也为提振楼市出台了减辣措施。此前，为了抑制过度炒作的楼市，特区政府推出辣招进行调控。现在的减辣及放松相关调控政策，具体包括：第一，把额外印花税的适用年期由3年缩短至2年；第二，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的税率减半，两者均会由15%减至7.5%；第三，为外来人才的置业印花税实施先免后征，即在购入物业时先暂免征收相关税项，若相关人士其后未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时才缴付相关税项。这些减辣细则受到外界好评。对于香港居民高度关注的劏房问题，施政报告提出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由财政司副司长担任组长，房屋局局长担任副组长，用10个月时間深入研究，就4個目標，包括為劏房居住環境設定最低標準，以及提出有序解決方案等提出建議。我哋唔係解決短期嘅問題，我哋希望咧長期解決呢個問題咧，所以我係要求工作組咧去研究點樣去凍結咗呢個問題，即係話唔準有新嘅不符我哋標準嘅一啲劏房出現嘅。深圳衛視注意到，施政報告提到深圳的次數多達25次，深港合作是重點，包括與深圳共同設立深港金融合作委員會，擴大香港金融機構在前海的業務範圍，與深圳共同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2個園區的協同發展，建設沙頭角文化旅遊區等。李家超特別提到，特區政府會於短期內公布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深度對接深圳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規劃。深圳衛視注意到，就在不久之前，國務院批准河套方案。河套位於深圳和香港之間，融合了2座城市的定位，是深港合作的國家級科創戰略高地。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向深圳卫视表示，此次施政报告内容详实，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宣读报告的时间长达3小时，为历史之最。张欣宇评价施政报告系统性地梳理了港府对北部都会区的布局，这也让他对于香港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我们香港这整个发展动能肯定是离不开在大湾区的整个环境里面去寻找新的发展动能，而且很多的一些资源的配套和资源的利用呢，其实动用湾区的资源呢，往往是比自己单打独斗呢会更加有效率的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陈祖恒表示，非常期待香港能够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怎么样把这2块能够融入在一起，包括人流啦，我们的资讯啦，可能是有些的科研的一些的样本啦等等，都能够无缝的这样子对接，这个才是能够体会得到说我们那个叫做融入国家，但是同时间能够发挥得到香港的一国两制的优势。香港各界积极评价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的施政报告承接过去1年的工作进展，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全面多层次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为香港未来做出前瞻规划，开创新局面，让市民生活得更美好和幸福。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今天香港特首李家超发布任内第2份施政报告，那么从背景和内容上来看，有什么样的新意？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今年特首的施政报告和去年相比新的背景和特征是：第一，这是在疫情之后的第1个报告。去年当时疫情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因此呢，去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更多重点放在谋划上。而今年呢，香港已经全面进入由治及兴和疫后恢复双重的新阶段背景下，民众的要求就更高了，更具体了。所以报告的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添幸福，展现了长、实、细、准4个特征。第二呢，去年施政报告起草时正值党的20大召开之前，而今天呢，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以及香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定位更加明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大方向、大格局更加清晰，这就使得香港无论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等全面的自身功能以及责任等都更加的明确。第三呢，经过由治及兴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次报告不仅具体就经济民生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目标和措施，而且特别注重新的机制平台的建设，使各项经济民生发展更易于落地，更有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例如，特区政府将与深圳相关部门一同设立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促进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恒常对接平台，推进大湾区司法相关工作等，使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越来越成为易于实施、便于落实、富有保障的核心工作。25号上午，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通报，神舟17号载人飞船将于10月26号11时14分发射。执行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3名航天员组成，汤洪波担任指令长，3人也首次以乘组的形式集体亮相。据介绍，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第30次飞行任务，也是第12次载人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为完成与神舟16号乘组在轨轮换，以及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载荷在轨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载荷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及空间站维护维修等工作。在轨驻留期间，神舟17号航天乘组将迎来天舟7号货运飞船、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划于明年4月左右返回东风着陆场。那么从飞船角度来讲呢，神15之前我们通常管它叫一个批次，那么神16、神17，那么包括应该是一共6艘，那么我们说肯定是一个新的批次。那么这些新的批次的飞船呢，它的这个研制跟地面的生产，包括实验的一些阶段，它的速度其实在提高。我们现在可能40到45天左右
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生产的整个一个周期。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增加在轨的飞船，包括我们的空间站的进一步发展来讲，它的意义很大。24号，神舟17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最后一次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25号上午11点，执行本次任务的长 2F 火箭开始进行推进剂加注，整个过程持续到下午5点。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本月31日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构成仍然采用以老带新的策略，由3名航天驾驶员组成，包括1名第2批航天员汤洪波和2名第3批航天员唐胜杰、江新林，其中指令长由第2批航天员汤洪波担任。神舟17号乘组也是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员乘组。作为乘组的指令长，我感到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能够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无上的光荣，无上的使命，无上的荣誉。我相信有全国人民的托举，有广大科研人员的支持，有指令长的带领，我们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我们的航天员从天宫返回之后，到底在多长时间之内就可以重返太空？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后续的无论是从深空探索的角度来讲，还是我们的这个空间站的进一步的扩展来讲，这个都很重要。林希强还表示，我国已具备并做好邀请国外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准备。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一起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的任务。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习近平主席强调倾城汇融的周边外交理念，您认为重要意义在哪里？确实啊，现在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分裂对抗之危，也有团结合作之机。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务实抉择。从最近来看啊，百年变局有2大新的变数，即2场极具破坏性的战争。一场呢是俄乌冲突还处于僵持状态，没有马上停火的迹象；另一场呢是刚爆发的巴以冲突，正处于升级之中。2场战争都是全球变局的负面发展，而且变数很大。而同时呢，从10月到年底，中国主导或将要参与的峰会，第一个就是刚刚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特别是期间的中俄峰会；第二个是11月马上要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3个是中日韩首脑峰会；第4个是中欧峰会。大致呢都在年底举办。这4大峰会啊，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主要优先方向，即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周边外交。而这次呢，习近平主席尤其强调要秉承亲城汇融理念，从周边外交及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做起。大家经常强调的中美相处之道，其实也是从我们的周边一步一个脚印的开始做起的。周边的事情做好了，中美相处之道就会有比较好的空间和环境。而且呢，针对美欧阵营对抗等负面的做法，中国坚持的亲城汇融周边外交理念还具有很强的正面外溢效应，具有化解矛盾、降解冲突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美国。那您认为中美主要会谈什么？您是如何来看待中美关系最近的发展？王毅先生最近与美方高层如沙利文、布林肯、舒默等一直其实有接触，但在 APEC 即将召开、巴以冲突之际访问美国，当然有很多特别重要的话题。我把它概括为一大主题和一大变局。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所谓中美关系的话题呢，最核心的就是中美应该如何相处这个大主题。所谓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呢，
最近最大的新问题当然就是巴以冲突升级的大变局。要讨论中美如何相处，首先要总结从去年巴厘岛中美元首会之后1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负面教训。负面教训呢，就比如气球事件呢，今后应该如何避免呀？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后来中美之间这种逐渐热络的互动，以及建立了一系列对话和工作机制，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组会谈等，从中探讨中美今后应该如何相处，以及在马上举办的 APEC 上，中美元首是不是要见面啊？如果会见，谈什么？中美关系中包括相互正确认知、台湾问题等，都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最近最大的新变局，自然是指巴以冲突升级了。以暴易暴的冲突带来的负面冲击已经引发全球的普遍关注，但这个变局好像也凸显出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公约数，尤其是事件对于中美都在推动的中东和解潮都造成了干扰和破坏。尽管目前美国不断表达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但其实呢，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巴以冲突能尽量达成3不的目标：第一是不要再升级，第二是不要失控，第三是不要扩展为地区性战争，即所谓第6次中东战争。美国呢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就需要和中国合作，因为中东各国，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色列或伊朗，都是中国的好朋友。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深刻阐明了中美确立正确相处之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一天，习近平还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而作为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回访，从26号开始，王毅将访问美国3天。还有哪些信号显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来看看报道。10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是全球前2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双方利益交融十分紧密。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成果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就是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习近平愉快地忆及曾经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形，介绍了中国绿色转型以及有关地方发展情况。习近平指出，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汇聚各方力量。纽森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发展取得非凡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重要。美中关系事关美国的未来，也关乎人民的幸福。地方交往是美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华人为加州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加州一直是美国对华合作的重要门户。我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美中关系应该秉持的原则，愿本着同样精神，推动加州加强对华交往交流，密切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州愿做中国长期稳定强劲的合作伙伴。10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贺信中，习近平对该委员会一直以来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表示赞赏，对基辛格博士获奖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作为2个世界大国，中美能否确立正确相处之道，攸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同美方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2国，惠及世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在1966年由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共同发起成立。1972年的乒乓外交就是该委员会推动的。目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已发展成为开展中美间公共政策交流的最主要组织，是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推动者。当地时间10月24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在美国纽约举行。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应邀出席，现场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谢锋表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不意味着要推倒重来，更不应该开历史倒车。当前中美关系仍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持中美交流合作的力量从未缺席。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晚宴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向美前国务卿基辛格颁奖，以表彰其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从1971年至今，基辛格访问中国已超过100次，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在他的100岁生日之后不久。习近平当时在与他会见时表示，中国人重情义，不会忘记老朋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熊礼立对深圳卫视表示，加州州长纽森访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颁奖晚宴也如约而至。这些消息都体现出，在中美竞争之下，呼唤两国关系改善的外界期待一直都十分强烈。代表目前美国政界到社会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非常希望呢与中方加强合作，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它对于中美关系止跌回升、重新转暖一种迫切的期待。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受到外界高度关注。24号，中美经济工作组在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主持下，以视频方式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双边经济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等议题进行了约2小时的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路透社指出，这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终止中美定期交流机制后，中美时隔5年恢复定期经济对话，进一步释放出两国关系改善的信号。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后，中美商定成立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商业问题工作组3个经贸领域工作组。现在经济工作组会议首开，相信接下来金融和商业的会议也将按计划推进。这3大工作组有助于在机制层面务实推动解决问题。就在首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前一天，在美国艾奥瓦州举行的中美可持续农业贸易论坛上，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透露，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商代表团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框架协议，涉及大豆、玉米、高粱和小麦。这是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签署美国大宗农产品采购框架协议。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也参加了这次论坛，他表示，去年中美农产品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大关，中美农业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当前中美关系仍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中美深化农业合作必须停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中美3个工作组已经开始运作了。它表明中美双方在传统的政治和安全领域之外是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要呈现根本性的好转，说到底呢，还是需要美方能够摒弃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24号宣布，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0月26号至28号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在宣布王毅将访美的消息时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与王毅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作为负责任管理中美关系、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美方表示将继续推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解决双方的分歧，并在共同的国际挑战领域取得进展。白宫方面24号还透露，王毅此访美国期间还将前往白宫，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晤。美方将与中方讨论分歧管控，并共同探索利益一致的合作领域。So we're going to raise the challenging issues,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address misperceptions and also miscommunications and explore working with PRC where our interests intersec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aid certain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administration. 国际主流舆论高度关注王毅即将展开的访美行程，普遍认为这是近几个月以来中美高层互动加速的延续，有助于两国维持基本稳定的总体氛围。美联社认为，这是华盛顿和北京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维持高层交往渠道畅通的最新举动，是双方朝着畅通交流渠道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法新社则称，王毅此访将为两国领导人在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可能的会晤铺路。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认为，有美国官员说，布林肯今年6月访问北京时曾与习近平会面，王毅也可能与拜登会晤。
而拜登此前多次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见到习近平。其实呢，这也反映出，无论中美之间目前还有多少分歧呢，可能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至少呢，这种高层沟通的机制化、常态化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而在传统的安全领域之外，包括像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乃至财政金融问题上呢，美方其实也非常希望中方能够帮助美方脱困。也就是说，美方呢其实近来对中方这种合作需求还是在不断上升。外界注意到，中美关系出现止跌企稳积极迹象的同时，博弈的态势也仍在持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熊礼立对深圳卫视表示，为维持霸权，即便口口声声宣称要与中国共同管控冲突，美国还是会伺机给中国添堵，制造摩擦，这是美国两面性的一贯表现。可以预见，王毅在抵达美国后，将当面向美方强调红线，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拜登政府总体的对华竞争态势呢，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呢，拜登政府仍然将中国视作美国所谓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呢，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美方呢在对华政策上这种既要又要的态势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说到底呢，就是一定要求美方在中方的核心利益关切上切实尊重中方，切实呢和中方相向而行，这样才有可能呢实现美方对中方的利益诉求。这一点，中方呢一定要向美方传递清晰的信号。另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消息，布林肯2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就巴以冲突表示，我期待着中国外长本周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时，与中方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点。分析认为，目前由于一边倒向以色列，美方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阿拉伯国家难有共鸣，甚至一些美国的盟友也对美国拒绝呼吁停火感到不满。此外，美方同时陷入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也将激化内政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解决巴以冲突方面，美方急需与中方展开合作。本月底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就将召开，美国国防部将派团参加。不过，就在美方人员参会前夕，美国国防部又炮制所谓中国军力报告，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捏造虚假叙事。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截至10月23号，已有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美国等9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参会。日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已经在官网注册，他将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对于美国国防部高官将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英国路透社指出，这是两国军事关系可能缓和的最新迹象。韩国今日亚洲也称，这意味着因美国对华制裁而陷入全面停顿的中美两军关系的改善或拉开帷幕。两军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中方重视两军关系，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与美方保持着坦诚有效的沟通。不过，美方却一边喊着要管控危机、加强沟通，一边干着损害中方安全利益的事，导致两军关系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障碍。19号，美国国防部发布202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这份报告罔顾事实、胡编乱造，运用似是而非的话术，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妄加臆测中方在核、太空、网络等领域军力发展，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吴谦表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反观美国，好战成瘾，建国240多年，只有16年没有打仗，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利比亚，美国的战争机器碾过哪里，哪里的民众就陷入水深火热。美方把贫铀弹和极速炸弹送到乌克兰，把航母战斗群派到地中海，把武器弹药送到以色列，这难道就是所谓人权卫士带给地区的福音吗？事实证明，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根本性乱源，世界动荡的幕后操盘手，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深圳卫视注意到，自2000年起，五角大楼每年都会出台所谓中国军力报告。
今年的报告极力渲染所谓中国核威胁声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截至2023年5月，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可使用的核弹头，还预测称到2030年，中国可能拥有超过1000枚可使用的核弹头。观察指出，仅仅3年前，美方还宣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略超过200枚，但3年后就翻了一番还不止。可见美方报凭空捏造数字相当随意。还有分析指出，美方报告中涉及中国军队的数字都是根据五角大楼和华盛顿在不同时期的需要来制定的。这个报告呢，就是为了渲染中国威胁。那渲染中国威胁呢，对内其实就是他美国军队要预算的一个借口；对外呢，他是为了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把他所谓那些盟国日本韩国紧密的拉在他的身边。对于美方恶意炒作中国核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安全。反而是美方近年来陆续推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等军控条约，升级3位一体核力量，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强化所谓延伸威慑。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美方操弄核议题，玩弄核双标，不过是为自身扩展核武库、维持军事霸权寻找借口。值得警惕的是，美方报告还对台海局势妄加臆测，甚至列出6种所谓可能促使中国大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境，包括台湾取得核武器、无限期延后两岸统一对话、外国军队介入台湾内部事务等。分析指出，这些假想情境恰恰是美国大搞以台制华，甚至是毁台制华的自供状。长期以来，美国不断地向台湾地区卖武器，派军舰、军机穿航台湾海峡，给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等，正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民众一定要看清美国人虚伪的真面目。在五角大楼发布所谓中国军力报告后，就有岛内网民批评称，如果没有美国在搅和，台海安定得很。除此之外，美国也没停止在南海搅浑水。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再次挑起争端后，美国国务院22号发表声明，颠倒是非黑白，无理指责中方，还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适用于在南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揭露，菲律宾在仁爱礁的侵权挑衅与美国的怂恿支持是分不开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菲通过沟通较好管控仁爱礁局势，并就此达成谅解。但今年以来，美国明目张胆为菲律宾侵犯中国主权行径撑腰打气，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舰军机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多次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方所作所为极大助长了菲方在仁爱礁侵权挑衅的气焰，产生恶劣影响。那正是因为美国在后面以这个美国军队撑腰，那么菲律宾在前台会更加的强硬，尤其是受美国的唆使，它会跟我们产生更多的矛盾，在海上出现更多的摩擦，就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挑衅中国，或者是呢他妄图的消耗我们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或者途径。在香山论坛即将开启时，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报告，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您是如何看？主持人好，这是美国惯常的做法，每次呢与中国交流，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先抛出一枚预弄炸弹，然后进行交流，试图空手套白狼。军事为主题的香山论坛开幕以前，美国呢如法炮制，但中国国防部呢已经立马反扣过去了。就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所说的，这个报告罔顾事实，胡乱编造，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隶属美国好战的不光彩历史，从240年历史只有16年没打仗，讲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再讲到正在发生的把贫铀弹和技术炸弹运到乌克兰，把航母战斗群派到地中海，把武器弹药送到以色列，来说明美国好战成瘾。美国呢才是国际秩序的根本性乱源，世界动荡的幕后操盘手，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这3顶大帽子够美国消化一下的，也让世界看到
美国对国际安全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我呢还注意到，国防部的反击主要突出2个内容，一呢是针对美国所谓的中国核武器库增长，中国国防部戳穿那是虚假叙事，中国的核力量始终维持在这个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美国呢却是在大肆的进行核扩散，升级3位一体核力量，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尤其在中国周边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美国呢才是真正的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二是针对美国所谓中国加大对台军力部署，中国国防部回应时呢，特别以一个完整的段落来谈论台湾事情，批评美国升级与台湾的官方往来，通过军售来改变台海现状，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因此要求美国停止非法武装台湾。中国国防部再次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信心、有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我觉得中国国防部也向美国军方发出警告，要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胡乱干预，那么中美两军恢复交流就很难办到，而这个困难和障碍是美国一手制造的。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对中国船只恶意碰瓷之后，美国为菲律宾的非法侵权挑衅行为背书。那您是如何来看待美菲关系？美国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侵权挑衅予以背书，也仅仅是给菲律宾一些安慰而已。但你说美国会不会给菲律宾一些具体的支持？我看是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现在正掺和着2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危机。根本顾不上菲律宾，因此美国直接介入南海争端的可能性不太大，否则美国就要介入到第3场纷争了，超出了他的能力。当然在舆论和情感上撑一下菲律宾，就像你刚才讲的，为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背书还是存在的，其危害在于会逐渐的混淆视听，淡化中国的南海这个词，为今后南海发生冲突埋下舆论伏笔。所以中方予以严正声明，抨击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发表违背国际法精神的观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更是无效的。我认为真正应该醒醒的是菲律宾，看世界都变成啥样了，还沉溺在以往的旧梦中，甚至不自量力的用碰瓷的方式来求美国抱抱，来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真的是没救了。菲律宾近期在南海的挑衅，包括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几次制造事端，一方面是来测试中国的容忍度，看中国会用多大的劲儿来维护主权；另一方面是测试美国对菲律宾是不是真爱，看美菲同盟是不是牢靠。这2个测试的结果是，中国对领土主权寸土不让，美国对菲律宾请求光说不练。换句话说美菲关系并不牢靠，菲律宾不过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棋子，而不是外交辞令中讲的平等的盟友。今年以来中菲在南海出现多次的冲突，美国对菲有一次实质性的帮助吗？没有的。其实对于菲律宾而言，与中国对话协商管控南海争议才是最优解，绑在美国的印太战车上，只能把自己给玩死。